日前，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就在欧洲访问。据商务部网站消息，4月7号，王文涛在法国巴黎主持召开在欧中资电动汽车企业圆桌会，欧盟中国商会和吉利、上汽、比亚迪、宁德时代等10余家企业代表参加会议。与会代表介绍了在欧投资经营、应对欧盟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有关情况。会议围绕中国企业优化全球布局、深化中欧电动汽车产业务实合作等进行交流。王文涛表示，中国电动汽车企业依靠持续技术创新、完善的产供链体系和充分的市场竞争快速发展，不是依靠补贴取得竞争优势。美欧等关于产能过剩的指责毫无依据。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为全球应对气变和绿色低碳转型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政府将积极支持企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称，王文涛计划会见法国雷诺首席执行官卢卡德·梅奥。梅奥同时担任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的代理主席。梅奥曾表示，在电动汽车领域，中国的产品和技术远远领先欧洲。他建议欧洲学习中国，积极支持电动汽车产业发展，并应该同中国达成协议，实现双赢的局面。此外，法国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曾透露，他将在当地时间8号与王文涛举行会晤。意大利方面也透露，王文涛和意外长安东尼奥·塔亚尼将共同出席中国意大利商业论坛。去年10月，欧盟宣布对中国的电动汽车展开反补贴调查，并派员到中国走访比亚迪及吉利等电动汽车制造商，以确定中国制造的电动车是否享有国家补贴。所谓调查预计在今年11月结束。外界预计，王文涛此次欧洲之行将与欧方官员就中国电动汽车所谓补贴政策和产能过剩展开沟通。无论是中欧还是中美啊，首先呢，技术竞争呢，可能呢还是会更加趋于激烈。毕竟呢，以新三样为代表的新能源高科技产业呢，是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如果说美欧方面它不能在市场经济规律下呢，对中国产业、对中国产品呢形成强大的竞争力，那么他们很可能还是会转而诉诸于行政手段。对于美国财长耶伦此次访华情况，财政部副部长廖明下午举行媒体吹风会。那么您对于耶伦此访有何特别观察？好的，主持人，应该说对美国财长耶伦时隔10个月再度访华，中美两国呢都是高度重视，也是高度投入的。国际舆论也对此高度关注。今天呢，廖敏他在吹风会上透露，5天访问期间，中方与耶伦财长举行了多层级、多领域的会谈交流。他重点介绍了中美经贸双方牵头人，也就是副总理何立峰和耶伦的会谈沟通情况，涉及到的议题包括中美及全球宏观经济形势、应对全球性挑战及中美经济领域的关切事件等等。廖敏对双方沟通的具体评价是这样4个关键词：深入、坦诚、务实、建设性。那么就下一步的安排，中美双方工作层呢，也就是金融商务这2个工作组的第4次会议，本月中旬就将会召开。可以说在中美执行层面的响应节奏是非常快的。而过去这10个月，无论是在北京、旧金山或者是广州，2位牵头人一直延续着面对面深入沟通的高频高效的模式。今天呢，耶伦重申美方不寻求对中方经济脱钩，但是呢，他再提所谓的产能过剩的关切，声称美方不排除会对中国绿色能源出口实施可能的附加关税。那这无疑是值得关注的一个危险动向。所谓产能过剩的叙事是美方经济关切之一。耶伦访华之前就曾经在美国国内在造势喊话。今天在吹风会上，央视记者呢也在就此向廖敏提问。产能过剩，这呢是美西方扣给中国出口新三样的最新的大帽。那么这也预示了中国接下来可能会与美西方博弈乃至激烈交锋的一个经贸议程。我注意到今天中国商务部的官网发布，昨天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于访问法国期间，在巴黎主持召开在欧的中资电动企业的圆桌会，驳斥中国电动汽车产能过剩说毫无依据。我认为王文涛的这一回枪是很有说服力的。欧盟方面
不应该把全球化发展、供应链位置不同所形成的正常的出口歪曲为产能过剩，否则按照这样一种逻辑，欧盟国家许多的优势产品也都属于产能过剩。那么把企业圆桌会开到欧盟，接下来也可能会开到美国，官商力出一孔，让涉事的企业现身说法讲故事。我认为这是回呛美西方不公平叙事、捍卫自身权益的一个创新好做法。马英九率台湾青年继续在北京的访问行程。8号上午，一行人前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卢沟桥参访，下午又来到北京故宫博物院，晚上还参观了奥林匹克公园内的冰丝带国家速滑馆和鸟巢。马英九在卢沟桥参观时提及，战争没有赢家，和平没有输家，希望年轻人能牢牢记住这一点。8号上午，马英九率台湾青年参观了全国唯一一座全面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大型综合性专题纪念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在馆长罗存康的讲解下，马英九一行认真观看抗战史料。当看到烈士的家书时，马英九面色凝重；而当解说员讲解抗战历史时，马英九也话匣子大开。43年签订的开罗宣言。明确声明日本所窃取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4省、台湾、澎湖群岛归还中国。这个蛮熟的。对，是听过您的一个讲座，特别强调开罗宣言是条约。虽然不是条约，它只是一个历史性的文件而已，这是完全没有国际法常识的人。接着，他们来到卢沟桥参观。1937年7月7号，位于北平城西南15公里的卢沟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7·7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7·7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起点。7·7事变的亲历者郑福来现场向马英九一行讲述当年抗战的血泪回忆。马英九全程紧握他的手，身后的台湾青年也面色严肃，不时点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是最好的清醒剂。你们回去呀，告诉台湾同胞，是吧？那就说到回家来看看。现在的年轻人多半不知道，当年我国到底为2战胜利与世界和平做出多大的贡献。我一向认为，战争没有赢家，和平没有输家。实际上，马英九的2次访陆之行，许多行程都与抗战历史息息相关。马英九带领台湾青年学生重温团结御侮的抗战史，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南岳忠烈祠到张自忠烈士陵园、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等。马英九带领台湾青年曾在多个纪念场所哀悼遇难同胞，追思牺牲英烈。外界当时还注意到，去年马英九一行来到另一个抗战的纪念场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四行仓库保卫战发生于1937年10月26号至11月1号，它的结束标志着淞沪会战的结束。参加这场保卫战的中国士兵被称为800壮士。去年的热播电影《800》正是以此为原型。当时就有随团的台湾学生表示，感念这些先烈的付出，才有我们今天的生活。8号下午，马英九一行还来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参观。北京故宫博物院现有藏品总量180余万件套，其中珍贵文物占藏品总数的90%。不同宫殿的区别，每一件文物背后的意涵，马英九和台湾青年们都听得津津有味。马英九称自己心中难掩激动，经历600年兴衰荣辱，故宫始终象征中华民族，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底蕴以及历朝历代的万千气象。他还提到，台湾的台北故宫文物来自大陆的北京故宫博物院，5000多年华夏文化的精华文物在昔日战乱中南迁，这是历史的遗绪。他特别提及自己过去推动两岸和解交流的过程中，就促成两岸故宫互访。台北故宫博物院与北京故宫博物院已进行过几次联展，例如富春山居图等特定展品的展出，都吸引大批台湾人观赏。
他强调，文化交流是两岸之间共同的语言，情感的共鸣是任何刻意为之的手段或意识形态所切不断的。任何所谓去中国化的行径都不会成功，因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已经深植炎黄子孙的血脉之中。唯有回归民族情感与中华文化，两岸才能长长久久。此前，马英九一行已完成广东和陕西的参访行程，7号下午抵达北京最后一站。此行在北京预计停留4天，还将前往北京大学参访交流、参观八达岭长城等。